如果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工作5年后可能会彻底消失，你会信吗？不是危言耸听，未来就业报告早就敲响警钟，到2030年，全球将有8300万个岗位被淘汰，同时诞生6900万个新岗位。有人失业，有人起飞，最大的分水岭不是学历，不是年龄，而是你今天站在哪条路上。工作消失，不是因为你不努力，而是因为机器更努力。他不吃饭，不睡觉，不请假，干活又快又准，还能不断升级。他会数钱，不会数错，会接电话，不会发脾气，会搬货，不会喊累。听起来可怕，但对另一些人，这却是机会。因为每一次职业的退潮，都会暴露新的蓝海。如果你能提前知道哪些行业在下沉，就能提前准备跳到更高的浪尖上。接下来，我会用15个真实的行业变化，让你看清未来的职场地图。别急着关视频，你很可能会在名单里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不是让你害怕，而是让你有时间重新选择。1、收银员与售票员。商场收银台前的长龙队伍，也许很快会变成历史照片。想象一下，你推着购物车走到出口，头也不回，滴一声，所有商品瞬间被扫描结算，钱从你的账户里悄无声息地扣走，连谢谢光临都是机器拨的。机器收钱比你数得快，还从不找错零钱。电影院、地铁站、景区大门早就被自助售票机、扫码闸机和人脸识别系统占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仅零售收银岗位到2031年预计减少10%，部分地区更快。而自动售票设备的普及，让售票员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企业发现，用机器不仅省钱，还能避免出错。无人收银效率高，24小时不下班，不会生病，更不会和顾客吵架。亚马逊的 Amazon Go 让顾客习惯了拿了就走，麦当劳和星巴克的自助点餐机更是让店员数量直接减少近1半。如果你还在收银或售票行业，与其练习数钱速度，不如去学顾客体验设计、线上活动运营、数字支付系统管理。未来真正的价值不在收钱，而在于你能否让顾客更愿意掏钱。2、行政助理与高管秘书。曾经，一个能干的秘书是老板的外接大脑，帮忙排满会议日程，删掉1半无关紧要的邮件，订好机票酒店，让老板连航站楼在哪都不用记。现在呢？ Google Calendar 自动安排会议， AI 1秒写好邮件，在线预订系统能帮你规划到登机口。AI 秘书从不请假，全年无休。数据不会说谎。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显示，从2011年到2021年，行政助理类岗位减少超过 25%， 而智能办公平台的普及是最大推手。现在 AI 不仅能实时翻译会议，还能自动生成会议纪要，甚至根据关键词帮老板筛选联系人。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开始缩减秘书团队，把预算转向自动化系统和跨部门协作平台。企业要的不是会订机票的人，而是能帮业务推进、协调多方资源的人。如果你还在做行政助理，不要只停留在帮忙处理事务，你需要升级到项目协调、危机处理、团队管理这种 AI 短期内替代不了的领域，这样才能在办公室里留到最后。3、大楼管理员、清洁工与家政人员。铁门的吱呀声，值班室里永远半杯温茶，楼道里拖把甩过留下的水痕，这曾是一个小区最朴素的安全感。楼管大爷熟到能凭脚步声分辨哪家回来了，清洁阿姨知道哪层风大，哪面玻璃一天落2次灰。可门禁开始刷脸，访客小程序自动报备，电梯里装的电子屏与摄像头，异常滞留会被后台秒提醒。楼道转角挂着空气质量感应器， PM2.5 温湿度 TVOC 实时上传，保洁路线由系统按脏污热区自动排班。商场里无人洗地机沿着预设轨迹画圈，遇到人会自动让行，外墙清洗用上爬壁机，
既不畏高，也不会喊累。对雇主来说，机器意味着可预测、可追溯、可量化，出勤不用催，质量有数据，投诉能回放。于是单纯扫干净守住门的岗位在变薄，而能把环境管理成一种体验的人反而更稀缺。学会设备点检和保养，懂低耗水清洁方案、化学配比与安全标签，能看报表，会调度，把一栋楼当成有生命的系统来运营，你就从体力岗升级成设施运营者。下一站，我们走进另一处轰鸣，仓库与货架之间，数字也在接管钥匙。4物料记录员与仓储管理员。仓库里最熟悉的底噪是叉车倒车的滴滴和油笔在纸卡上划钩的沙沙声。老仓管把账本装在胸前口袋，谁领了几盒螺丝，哪批原料还有3天过期，他靠的是记忆与经验。如今入库口架起了门型读写器， RFID 一扫，批次、数量、库位自动入云， AGV 小车沿着地标闪烁穿梭，像一支没有抱怨的队伍。立体库的堆垛机把货盘送到10米高处， WMS 给他们排好座位。盘点不在地毯式清点，系统按动销、呆滞、保质期、价值 ABC 把重点库位高亮，拣货路径由算法规划，少走弯路，少犯错。于是执笔记录的物料员逐渐稀释，取而代之的是会读周转率、会设安全库存、懂补货策略的人。想留下，你要把看货架的本事进化成看流的眼睛，会用简单的数据透视做动销分析，能解读预测需求的波峰波谷，懂得协调采购、生产、销售的节奏。再往前一步，学会与 ERP、MES 打交道，明白一条异常数据背后的是流程卡点还是参数设错。当你能把货从堆整齐变成流顺畅，你就不再怕替换。5印刷与相关行业工人。油墨位、烫金字、轰隆作响的滚筒曾经是车间的心跳，如今慢慢被屏幕的冷光替代。新闻在手机上刷，合同云端签，海报做成可互动的 H5， 一张只要跑的流程被一次点击抹平。客户的口味也变了，要快，要能随时改，要按需小批量，最好今天下午下单，晚上就上线，明天还能换一版。传统的大批量交印像穿西装冲海滩，气派却不合时宜。可别急着叹气，手艺活没死，只是换了赛道。数码印刷承接小批次与可变数据之由，电商新品靠 3D 打样抢先预热，环保材料包装需要你分辨纸性的韧性与涂层的触感，限量艺术周边渴望独特的专色与肌理。把套准、控色、开刀版的直觉迁到 ICC 色彩管理、电子排版、跨端版式的流程里，把覆膜、模切、烫金的经验升级成开箱即拍即出片的品牌包装策略，懂连线质检，会设机器色标闭环，能让设计稿在屏幕与实物之间毫厘不差。印刷机也许会慢下来，但把内容变好看，把信息变动人的需求只会更响。别困在纸上，当你把质感带到屏幕，带到包装，带到短视频背景里，你会发现舞台其实更大。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6会计、簿记与薪酬文员。月底关账项打怪升级，贴票、录分录、对账差、做报表，办公室灯一盏盏熄了，你还没走。现在发票 OCR 自动识别，流水规则自动匹配，异常分录自动预警，报表一键生成，费用报销从贴单据加逐条审核变成电子影像加实钱规则，审批从串行改成并行。薪酬、个税、社保在参数正确的前提下比人更稳，连年终汇算也能自动算草稿。听起来轻松，却也危险。如果你的价值在手够快，而 PA 的手更快；如果在细心不出错，系统默认不出错。
突围之道是把视角从记账抬到看账用账，读得懂毛利结构，看得出费用趋势，能把应收周转天数和现金流脉冲讲给业务听，告诉销售今天的折扣会怎样影响下月回款。学一点数据可视化，把厚厚的科目余额表讲成3张图，学流程设计，用自动化把重复活砍掉，补齐内控、税务筹划、合同条款解读，知道一条价格条款如何改变现金流节奏。再学一点引起直连语 API， 把资金看板做成秒级刷新，让老板随时看见钱在路上的速度。等你从把数字填对变成用数字指路，岗位就不再是可替换键，而是业务的副驾驶。下一步轮到与你最亲的表亲会计师与审计师登场了。7会计师与审计师。档案柜的金属味，凭证纸的脆感，加班时冷掉的咖啡，曾经是会计师和审计师的标配背景。翻凭证、对账单、跑银行、做抽样，像侦探一样在数字间找漏洞，是这份工作的成就感来源。可如今，区块链账本让财务数据几乎实时同步且不可篡改， AI 审计软件几分钟能跑完几百万笔交易的异常分析。那些曾经要团队花2周查清的错账，算法一遍过就能揪出来。低端的重复性的财务查核正在被自动化吞噬，4大会计事务所也在调整，把初级审计员的人数压缩，把精力投向高复杂度的领域，跨境税务、并购估值、ESG 审核、网络安全合规。要留下，你得跳出核对数字的框，把自己当成企业决策的顾问，懂行业趋势，会用数据讲商业逻辑，能用财务视角识别机会与风险。学会 Python、SQL 这样的数据处理语言，让你可以直接和系统对话，补上法律、税务、风控等跨学科的短板，才能在自动化大潮中不被冲走。毕竟能看懂账簿的有很多，能看懂账簿背后故事的人才是真正的高薪。8交通乘务员与列车员。列车启动时的低鸣，车厢晃动中的咖啡香，列车员在过道中穿行的脚步声，曾经构成旅途的温度。他们不仅是检票员，更是乘客的向导，搬运行李的帮手，突发状况下的安抚者。可自动检票闸机取代了检票前，购票改签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列车时刻表由 AI 自动优化，延误信息自动推送到你的屏幕。飞机也不例外，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自助通关，让登机口的人力需求下降。未来留下来的乘务员将更像应急管理官，能处理医疗突发，能在大规模延误时稳住乘客情绪，能跨语言协调沟通，甚至能用数据优化服务体验。要保住饭碗，你得在跑车厢之外多一份控全局的能力，把车次当成一场随时可能变盘的运营任务来管理。那种只靠熟悉座位号的技能会被二维码和自动语音悄悄取代。9保安。夜巡时的脚步声在空旷走廊里回荡，对讲机里传来的断续呼叫，手电光束扫过角落，这是传统保安的节奏。可现在智能安防系统能在监控画面里识别人脸，检测异常动作，红外感应器和热成像能在黑暗中捕捉入侵迹象，无人机巡逻让高危区域也能全天候监控。后台系统会自动标记异常事件，推送到值守屏幕，甚至自动联动警报与门禁。传统看门的角色在缩减，但安保的内涵在扩大，网络入侵、数据泄露、物联网设备漏洞都是新的防线。未来的保安更像是风险管控员，要懂得解读安防数据，制定应急预案，协调多方资源。会写巡检报告不够，你还得会用监控系统的高级功能，能从报警记录中找出模式，预测下一次可能的风险点。这样你才不会被一台摄像机和一个 AI 算法轻易取代。10银行柜员与相关文员。柜台的防弹玻璃，点钞机的嗡嗡声，盖章时干脆的砰，曾经是银行网点的日常背景。老客户存取款、换外币、缴水电费，
柜员不仅是服务员，也是关系纽带。可现在，手机银行让你动动手指就能转账、理财、缴费 ，ATM 和智能柜台24小时自助存取款、打印流水，远程视频柜员还能跨城办理业务。柜面业务量持续下降，银行开始缩减网点，把人员转到财富管理、企业信贷、投资顾问等更高价值的领域。未来的柜员更像理财顾问，要能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和资金状况，给出个性化的投资建议，要懂金融产品，懂税务筹划，甚至能引导客户用数字货币钱包。单纯数钱盖章的时代已经结束，留下来的将是那些能用金融思维帮客户赚钱的人。11数据录入源。一台显示器，一杯温咖啡，无数个键盘敲击声，这是数据录入源的日常旋律。曾经你要把手写单据，一摞发票，几十页调查问卷，一条条敲进系统里。速度快，准确率高，就是核心竞争力。可 OCR 光学字符识别已经能秒读各种字体和版式，语音转文字，表单自动填充，数据接口同步，让敲字这种机械动作几乎失去了存在价值。更厉害的是 AI 不仅能录入，还能自动清洗数据，去除重复，检测异常。传统的录入岗正在被系统的自动化管道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价值消失。如果你懂数据结构设计，会写简单的脚本，让不同系统无缝对接，能用 API 让数据在财务、人事、销售等系统间自由流动，你就从打字员变成了数据架构师。学一点 SQL， 能直接查询和分析数据；学一点可视化工具，把枯燥的表格变成一眼能看出趋势的图表。未来，数据录入不是输入，而是让信息在整个流程中无摩擦的传递。12. 客户信息与客服人员。耳机贴在耳边，屏幕上闪烁着通话计时，指尖飞快敲击着记录，这是客服中心的战场。过去，你要记住上百个产品细节，应对各种情绪化的客户，耐心解释每一个问题。可如今，智能客服机器人能在几秒内从知识库里调出答案，语音识别结合情绪分析，甚至能判断客户的耐心还剩多少秒，并自动调整话术节奏。AI 不会累，不会因为心情差而答错，还能24小时在线。于是，普通的接听与答复型客服岗位在缩减，留下的人工客服更多负责高价值客户的个性化服务，解决复杂或跨部门问题。想保住席位，你要学的不只是业务知识，还要会用工具优化客户体验，会在 CRM 里追踪客户行为轨迹，用数据分析预测他们的需求，能在多平台、电话、在线、社交媒体无缝切换，并保持一致的品牌声音。未来的客服是人机协作高手，拼的不是嘴快，而是懂客户与会运营的双重实力。13平面设计师。案台上的铅笔屑，刀片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喷墨机散发的油墨香，这是设计师的手作浪漫。过去，你的价值在于创意与手艺结合，能从一张白纸到一幅成品，构建出视觉世界。可 AI 绘图工具、模板网站、在线排版平台，让很多视觉创作的基础环节被大幅压缩。客户不再等你3天出一版，而是希望今天下午就能看出稿。这意味着，如果你的竞争力只是熟练操作 PS、AI、C4D， 那随时可能被自动化替代。但设计的核心从来不是绘画，而是回想。懂用户心理，能策划故事，能在多个媒介、屏幕、包装、空间中统一品牌调性的人永远稀缺。你需要从美工进化到视觉策略师，懂数据分析，能用 A/B 测试验证设计效果，懂用户路径，把视觉设计嵌进整个营销链路，甚至懂一些代码，让你的设计直接进入线上互动。未来的平面设计师是创意与商业的双重一马原。14商业服务与行政经理。会议室的白板笔划痕，打印机吐出的热纸气味，文件夹里整齐的合同，这是办公室的仪式感。
过去的行政经理要统筹会议、出差、物料采购、办公环境，还要维持跨部门沟通顺畅。可当协作平台、视频会议、云文档、项目管理软件普及后，很多跨部门、跨地域的协作不再依赖传统行政协调。采购走数字化流程，会议纪要 AI 自动生成，跨国项目用时区同步工具就能推进。传统的事务协调正在萎缩，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化运营管理，设计高效流程，构建远程协作文化，推动组织变革。未来的行政经理要像运营总监一样思考，用数据衡量效率，用工具减少摩擦，用文化留住人才。会用一套系统跑完入职、考勤、绩效、培训的人，不仅是行政，也是组织的赋能者。15. 理赔专员、查勘员与调查员。档案柜的文件位，现场拍照的相机快门声，卷尺拉开的嗡一声，这是保险理赔的传统场景。过去，理赔员要到事故现场拍照、测量、采访相关人员，再回到办公室整理成案卷，交给审核部门。可如今，车险定损通过手机拍照加 AI 识别就能完成，建筑查勘用无人机拍摄全景并自动测量损毁面积，调查报告可由系统根据图像和传感器数据自动生成。传统的人工查勘、录入、整理工作量急剧减少。未来的保险人不再是现场记录员，而是风险策略师，要能设计理赔流程，优化用户体验，减少欺诈案件，要懂法律法规，能用数据分析判断索赔合理性，要会整合物联网、卫星图像、气象数据来预判风险。理赔不只是核实事实，而是防患未然的环节，能做这一点的才是行业里的常青树。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职业消失不是突发事件，而是一场悄无声息的长潮。潮水退去时，有人赤脚站在岸边慌张，有人已经划着小船驶向下一片海域。差别只在你是等浪打过来，还是提前学会游泳。现在把这份名单分享给你的同事、家人、朋友，因为他们可能正在那条即将退潮的海岸线上。订阅我们会继续追踪下一批行业风向，让你在别人还在问怎么失业了的时候，已经在新的岗位上开工。记住，在变化里抢先一步，才是职场上最大的稳定。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